各位中午午安呐、定场诗先来，1949渡海州八大菜系客中流，红味冰粉蔡明谱，傅培梅手灶火头，阿舍燕冷金字塔，酒家汤沸岁月稠，莫道方舟长不成，最后一人放下勺。今天在各位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要讨论的这件事情呢，就是吃饭。各位午安，我是朱学恒。那今天是这个2026年6月14号的中午，晚上是谢寒冰谢同学。那我们今天讲的故事呢，刚好是给你配饭吃的，因为我一直对吃的东西很有兴趣，所以我就特别做了一集。1965年呢，武汉改掉了81个菜名，麻婆豆腐啊，当年被改成肉末麻辣豆腐。文革砍断了中华烹饪的正统，反而被台湾完整保存了半世纪，这就是一个历史文化的悲剧。幸好人类永远都有备源，那台湾就变成那个备源。可是现在55年经验的江浙菜大厨宝哥亲手说，我们第一代台籍江浙菜师傅到我算最后一个了。所以各位，今天的万师彤事务所呢正式开始。我要先讲台湾本来的精神啊，在近代以来一直都是海纳百川，什么东西到台湾只要能够生存，就算台菜。所以台湾的包容性很强的，而且台湾人也没有说，我100%一定要吃什么东西，不然吃不惯。所以今天讲的台菜呢，很多时候是被斩断了根，在台湾再长出来的，或者也有一些是在台湾融化了整个文化的架构跟限制，重新拉出来的。那也又或者是根本它原来不存在，是在台湾发明出来的。我们等一下会一样一样讲。先跟你讲一个故事啦，各位，你知不知道啊？为什么麻婆豆腐叫麻婆豆腐嘛？答案很简单，清朝同治年间，成都万福桥边有一家小饭馆，老板娘陈刘氏呢脸上有麻子，人称陈麻婆。她烧的豆腐又麻又辣又烫，名满锦城呐，所以叫做麻婆豆腐。这个名字用了100多年，没有人觉得有问题。直到1965年，1965年1月啊，四清运动进入高潮，武汉市政府一声令下，全市的餐饮业改菜名。为什么改？因为菜名封建。为什么菜名封建？因为是以前留下来的，所以要改。要改，你不要问他讲有什么理由，不管。菜名封建又资产阶级，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口气改了81个菜名。麻婆豆腐改成肉末麻辣豆腐，因为麻婆在嘲笑劳动人民的生理缺陷，太可恶了。阳春面呢要改成原汤捞面，因为阳春白雪呢是士大夫的靡靡之音，真可恶。八宝饭呢
要改成八色蜜饯糯米饭呐、嗨呀，真的是很有胡适的白话文风格，我手写我口。因为宝这个字呢，充满了封建迷信色彩。你看，有这种不读书的北兰说哦，我讲的这些都不是真的，操你妈！回去看你们家文革的历史，好不好？我就不浪费时间跟你吵了。不读书呢，不值得我来教。同样的，要跟各位讲的是什么？是如果你今天要告诉大家这个事情存不存在，你上网去查，存在，只是你不敢听而已。你不敢听呢，就麻烦回去叫你爸好好教教你。你爸教不了，叫你妈教。那好，你听听看，肉末麻辣豆腐，你不要跟我讲说现在什么都叫麻辣豆腐了，不，我说的是文革时期嘛。肉末麻辣豆腐呢，听起来像什么？像化学成分表。像化学成分表，一道菜的名字本来是一个故事，一段记忆，一个老板娘脸上的麻子跟她一辈子手艺传了几百年，现在变成原料清单。各位同学，你听听看，肉末麻辣豆腐，真的不好听。1966年呢，还正是文革爆发之后改名的逻辑呢，变本加厉，保定市一口气取消了143个带封建色彩的菜名，元宝肉改成鸡蛋肉，看你听不出来是什么东西的。绣球狮子鱼改成丸子鱼，你发现规律吗？所有带着想象力、带着吉祥寓意、带着文化纵深的名字，全部被剥皮拆骨，只剩下材料跟形状，看起来就好像原料表一样。科不科学？蛮科学的，可好不好吃，干真的猜不出来。那所以武汉改了81个，保定143个，光是这2个城市呢，有224个菜名被资封修化，这还只是有留下记录的，全中国没有人知道啦。但更夸张的是，连8大菜系这个词本身都不是什么古老传统。各位以为鲁菜、川菜、粤菜、苏菜、闽菜、浙菜、湘菜、徽菜这8大菜系是乾隆皇帝钦定的吗？不是啊，这个也是文革之后的后遗症。因为你把那些东西瞎鸡巴改之后，商业部长姚依林为了向外宾介绍中国饮食，才发明出来的新词，时间大概不到70年。所以不是一个很悠远的一个历史，但大家都不知道了，没关系，我们今天就帮你科普一下。在那之前呢，中国餐饮界用的是帮口，川帮、洋帮、本帮、庸帮，这个传统分类法在文革中也被当作封建陋习，也被彻底打倒了。所以各位同学先记住这个画面：1960的年代到1970年代。海峡那一边，厨师被下放，菜谱被烧毁，菜名被阉割，整套传承体系被连根拔起。我记得溥仪有一个老婆叫做接儿野什么的吗？他当时就讲过，那个时候连清宫所有的有残留下来的食谱，几乎都被丢光光。那而且更重要的是，清宫有很怪习惯，他们以为自己万世一系永远会这个持续存在下去，所以严格来讲，他们没有食谱。所以那个接儿野是把清宫的菜单默背出来，自己试做之后在日本出版。那这个故事就很复杂。我后来在北监里面看到的那个版本呢，是一个中文版，也是在1980年代左右呢，改革开放之后，有一个自行进修日文的老师呢，把它从日文翻成了中文，然后变成一个很有名的清宫菜谱。好了，这个数字扯远了，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讲，为什么有一段时间，我说只有一段时间，
台湾是八大菜系跟饮食文明的聚集之处。因为中华料理的正统呢，在1949年逃难啊，全部逃来台湾了啦。当事人可能不是很高兴，但问题他就是他真是逃难，而且逃来台湾之后，大家为了生存，就必须要把菜做起来，把风格做起来。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我要带各位看的就是这艘船。这艘载着八大菜系、载着宫廷手艺、载着千年造火的诺亚方舟，它的名字叫台湾。但是我要先警告各位啊，今天也不是要给各位吹捧台湾，因为台湾的这个良好的习惯跟传承也已经差不多了，大概60、70年一个世代也就要结束了。这艘方舟自己也在漏水，漏得很凶。今天的结尾啊，会有一句话让你心头一沉，是一位烧了55年菜的老师傅亲口说的。我们最后再讲。来，这个逃难造成的美食大迁移，这个倒是一个很特别的状况。是1949年的时候，中国烹饪呢纷纷逃难，于是他就上了船。来，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啊，跟着蒋介石迁台的。有121年，你看，好，马上对岸就崩溃，干你啊！文革本来就把这些菜系都破坏掉，你这也不能听哦。好，那不能听，马上滚！我不在乎，不是讲给你听的。你不想要听历史，你想要焚书坑儒，说以前通通都没有过，通通都没有过。那好，那你他妈滚去听别的东西嘛！你来这边讲。菜系就是丢失了，你他妈回去读书。妈，我今天跟这堆扛金在那边干，我他妈都不用跟你讲。那你回去你就问你妈，文革的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损失什么东西？除了我们家死了一堆人之外，我们的菜系有没有丢失？就他妈有，连这个都崩溃，干，这是妈的受不了啊！来，没关系，你就自己崩溃啊。你就自己崩溃了，好不好？还只有脂粉下乡嘞，干林老师嘞！你觉得这些土财主谭延闿当年在他的厨房弄出来叫谭家菜啊？谭延闿这些军阀、这些有钱人，文革的时候能留在本地吗？他走了，他厨师去哪里做菜啊？金价就北蓝。好，算了，我们不多说。对岸网友，你要崩溃就崩溃。文革好，文革棒，文革让你们的菜变得更好吃，赞，可以了吧？懒得跟你们吵，因为没必要。不读书又要坚持，那就没得讲了。回去拥抱你的文革吧。来，这121万人里面有什么人？有军人，有公务员，有教师，有商人。但今天我要讲的是里面的厨师。南京的官府菜大厨，上海的本帮菜师傅，北平的宫廷御厨传人，四川的红案白案，山东的鲁菜把式，湖南的辣子高手，这些人跟着部队，跟着机关，跟着老板，一卡车一卡车，一条船一条船的到了台湾，他们什么家当都没带，但是他们脑子里带的东西比黄金还值钱，完整的活的还在呼吸的中华烹饪技艺。我这样讲，实际上连说书什么铁板快书什么东西，在文革都受到影响，但是有一些后来捡回来了。我们不可否认是，你只活在现在，你眼光短浅，从来干妈笑死人！你拿人工合成胰岛素跟你的菜系损失拿来比，妈干！算了，回你家去。不读书呢，老子教不好你。他妈你会研究人工胰岛素？我问你妈，大跃进的时候你他妈吃什么九转肥肠？你吃什么24条明月夜？切，自己乖乖的好不好？真是的。来，所以呢，蒋介石是浙江人。蒋宋家族的口味是江浙口味，所以战后的大台北江浙菜称霸。
各位去看老台北的高级餐厅分布，江浙馆子的密度全世界第一，不是江浙人特别会吃，重庆人其实也很会吃。但问题是因为老蒋是江浙人，所以江浙馆子的密度呢比上海还高。为什么比上海还高？因为上海的本帮菜师傅呢，在文革里面被批斗、被下放，浓油赤酱变成了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所以没办法就走了，一样被批斗。好，那在台北呢，这些师傅在做什么？在开店，在收徒，在勉强生存，在把永邦的黄鱼、杭帮的东坡肉啦，本帮的红烧滑水，一道一道端上台湾人的餐桌。如果你还不相信当年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很惨的话，建议你去看大刘的《三体》，好吧？话已至此，懒得再多说。我们就要讲一个对照。这个对照是今天整集的核心啊，但你不承认就不承认了，随便你，我帮你把历史留下来，你不要相信就好啦。那这个海峡那边呢，也就是这些小粉红觉得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是，红卫兵会冲进菜馆，把这些菜谱堆在街上烧，老师傅会挂一个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游街，有没有戴高帽不一定，要看资源多不多。以帮分菜是封建，满汉全席是罪证，连菜名都要消毒。海峡这边呢，当时台湾也很穷，但是台北的中华商场热气腾腾，锅贴、山东馒头、上海生煎、北平烤鸭、四川担担面在同一条街上飘香。退伍的老兵在眷村巷口支起面摊，把家乡的味道一碗一碗卖给隔壁省的邻居，因为隔壁省不吃这个东西，他在来台湾之前不知道。结果呢，四川的辣、山东的面食、广东的烧腊，在眷村的窄巷里面互相串味，混出了一种全世界都没有的东西，叫做眷村菜。王伟忠有一段时间在弄个眷村菜，大概就是在复兴这个东西。来，各位同学，这就是历史的黑色幽默啦。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消灭中华料理的同时，中华民国在台湾把它养得白白胖胖。文革10年，1966年到1976年，中国大陆的厨艺传承断了整整一代人。幸好后面还有办法传承，还接回来，不过很辛苦。你如果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怎么接起来的。等到改革开放，等到对岸的网友想把老手艺找回来的时候，发现最完整的版本不在北京，不在上海，不在广州，在台北。贝爷讲的台湾的手抓饼，其实在台湾全名叫做天津葱抓饼，结果搞到对岸去变成台湾鸡蛋灌饼。看我都不知道两岸这样互相影响，到底我们要怎么溯源？来，台北后来残存了相对完整的手艺，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后来无数中国厨师来台湾寻根的时候，他自己承认了。他们来台北吃到江浙菜，吃到流眼泪，说这是他们爷爷说过，但他们从来没吃过的味道。因为就断了一个世代，而且中间很穷，大家没有办法闹饥荒嘛，所以台湾就在这个历史偶然之中成为了中华烹饪的诺亚方舟。但方舟需要一个舰长，一个能把几千道菜整理记录传播出去的人。历史给了台湾一个女人，她一开始的时候连蛋炒饭都不会做。这个不知道对岸网友有没有听过傅培美啊？这个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一个很传奇的人物。我跟你讲，你要讲说这个在外地，我跟你讲，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杏仁茶沾油条，他妈是在加州，你知道？而且他还只有礼拜天上午卖，他油条这么大一根，还不是我在胡同吃到的，是我到加州去有一家
它算港式饮茶，可它卖这种老北京人爱吃的东西，就是长长一大根的油条，然后沾杏仁茶，靠，那超好吃，一个礼拜只卖一个上午，然后就没有了，你看，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状况，就跟好吃的法式三明治，你知道这是越南菜，他们也在美国，因为这个越共把南越打下来之后，太多人逃到美国，所以好吃的佛，好，对不起，应该这样念佛，好吃的佛跟好吃的法式三明治都在美国。好，那这个傅培梅的故事，我跟大家讲清楚。对，这个都我们打输了，这个不是人之常情。干就跟你讲输了，但是菜没有输啊，是你们搞文革把它弄死了嘛。不要什么东西一点点小输就承认，一点点小输就崩溃，这样怎么讨论啊？好，你要讲那个蛋炒饭的故事呢，这个我这边历史证据不够，我就不跟着追了。对，是那个越南小发棍，那个还不是全尺寸发棍，它大概是6到8寸，然后切开来，里面塞一大堆有的没的东西。我最近为了做这个东西呢，要买早餐肉，被我全家人嫌弃。干那个东西夹早餐肉比较好吃，好不好？谁跟你夹火腿啊？来，这个我们还是要把傅培梅的故事讲完，不管你知不知道，你就当听一段历史好了。来，1931年，傅培梅出生在大连，父亲是山东人，他从小受日本教育。1949年，跟着家人来到台湾，那一年他18岁，她嫁给了一个山东人。山东男人爱吃，而且嘴刁。新婚的傅培梅连水饺都包不好，被丈夫的同事在牌桌上嫌弃。各位，你知道她做了什么东西呀？她不服气，她拿出嫁妆的私房钱去请饭店的大厨到家里教菜，一道菜一道菜的学，一个师傅一个师傅的请。川菜师傅教她宫保鸡丁，江浙师傅教她红烧滑水，粤菜师傅教她蚝油牛肉。当时很多人家里有酱油就了不起啊，还要有蚝油。来，他学了几年，学出来什么结果？1961年，他在自家开烹饪班。1962年，台湾电视公司开播，他登上荧幕，开了台湾第一个烹饪节目，一播就是39年，而且当时的收视率很高。为什么？因为有一堆太太小姐嫁来台湾之后，也都他妈不会做菜。那问题是老公又要应酬，家里人又要吃饭，本来都是千金小姐，那现在做菜不会怎么办？通通开电视，跟着傅培梅学。来，这个网友 swing5511，不要说我不回应。他说举个反例，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宾的师傅一直都有，怎么传承的？我只给你3个字，请你多研究，叫做特工菜。你以为特工菜传承有断过吗？没有，但是所在深宫无人知。你我身为屁民，怎么可能吃得到特工菜的师傅做出来的道地菜系呢？你吃不到这个东西，就等于不存在嘛。你要跟我硬讲，我当然可以告诉你说，对，你说的没错，8大菜系在中国文革期间绝对没有死绝，因为只要剩一个手指头都算没有死绝，但你吃不到呀，你吃不到啊！对，我建立在输了的心态，好，干娘没资格评论，但我有资格叫你回家去读书，好不好？返回滚！所以照这样讲的时候啊，你就知道我们所讲的东西是对的，但是对的东西你还要崩溃，就不用多提了。人生不要浪费在跟没有读书的人吵架。特工菜绝对没有，但是你吃到的东西跟老毛吃到的菜会是一样的吗？你吃不到老毛的菜，那个就没有办法传承，懂吗？不要太激动，
让我们慢慢来，面对事实，面对历史，才能够改变。来，所以呢，傅培梅这个电视节目啊，一做就做了39年啊！各位，从1962年播到2002年，到我长大的时候还在播。播了4000多道菜，写了50多本食谱。我妈小时候也不是小时候，我妈年轻的时候也买回来，我家有好几本了，我就打开在那看，哇，糖醋咕老肉，哇，富贵双方，哇，富贵火腿，而且它的培梅食谱哦，1969年出版，中英对照再版超过20次。有人说它就是台湾版的 Juilliard。就是那个很会做菜、美味关系的那一个，梅丽史翠普演的那个欧洲不对，那一个美国厨师。然后啊，他那个宝贝是无数台湾媳妇的嫁妆，无数留学生行李箱的传家宝。1971年呢，《纽约时报》称他为中国菜的 Julia Child。就是我刚讲的一个 Julia Child 是把法国菜带进美国家庭的传奇，而傅培梅是把中国菜带给全世界的女人。但今天我要讲的不是一个励志故事，因为你要讲什么中国菜带到世界，干左宗棠鸡以前没有在中华文化里面有那个是谭家菜的帮厨彭铁生，是不是？跑到美国去，他还做了橘子鸡嘞！干什么时候我们吃那个糖醋里脊肉的时候有鸡肉，然后有橘子口味的？没有，他去美国改变出来的。所以好，等等，但我们这样一讲扯远了，我今天光把这个故事讲完就很累了，40几页，搞死人。好，但今天我要讲的不只是一个励志故事。我讲的是傅培梅在冷战里的角色。等，你刚讲那个贝爷说这是美式中餐，我跟你讲，我有一次去加州玩的时候，我都笑了。这个当地的那个房东就黑人小孩说：“你们是东方人对不对？会吃中国菜吗？”我说：“会啊，我们自己还会做嘞。”他说：“那你最喜欢吃什么？”我说我喜欢吃 Peking Duck 北京烤鸭。那为什么不叫 Beijing Duck？就跟为什么北京大学叫 Peking University 是一样的，因为它命名的时候，北京的名称是 Peking， 后来才改成 BJ， 所以北京烤鸭用的是最早的名称，叫做 Peking Duck。好，但不管，我赶快把这讲完。结果那个黑人小孩跟我讲，他最喜欢吃橘子鸡。我想到你啊，橘子鸡是什么东西？搞了半天，原来是当地人不喜欢糖醋，尤其是那个黑醋的味道，他们不喜欢。这样一讲，山西人可能会气。乌醋那味道我很爱啊，但老外不喜欢。怎么问我会不会双节棍呢？我长得像周杰伦吗？嗨，大家好，我是 J. Chou。好，好来。所以啊，美国汉学家金田 Michelle T. King 写过一本研究傅培梅的学术专著，叫 Chop Fry Watch Learn。他的研究结论是什么？傅培梅是冷战时期中华正统在台湾的活广告。各位想想这个画面：1966年，保定的红卫兵把元宝肉改名为鸡蛋肉，因为元宝是封建余毒。但同一年呢，傅培梅在台北的电视摄影棚里面，对着镜头一字一句的教台湾的家庭主妇做正宗的元宝肉、正宗的狮子头。正宗的狮子头有点像做汉堡排，里面要放荸荠跟那个牛猪肉的比例，还要加一点点少少的肥肉，不是那么好做的。还有正宗的佛跳墙，用原本的名字、原本的工序、原本的故事。红卫兵在烧菜谱啊，他在写菜谱。红卫兵在改菜名，他在教菜名。红卫兵在批斗老师傅，他在请老师傅上电视。一边做文化的化疗，把自己的传统当癌细胞杀，一边在做文化的保鲜，把整套中华料理用电视讯号跟印刷品冻龄封存。
而且傅培梅的影响不止在台湾，他食谱还被翻成英文、日文。他去日本 NHK 释放，去菲律宾教学，去美国巡回，全世界透过这个大连出生、台湾成名的女人，认识了中国菜。而这个中国菜的版本是台北版本，不是北京版本。1980年代，连台湾的泡面都有他的手笔。满汉大餐的时候呢，配方就他研发的。各位宵夜吃的那碗葱烧牛肉面，血统可以追溯到这位诺亚方舟的舰长。2004年的时候，傅培梅过世。他过世前说过一句话，我每次都想到觉得有点鼻酸。他说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天天教人做菜，却很少好好帮家人做一顿饭。这位诺亚舌尖上的诺亚方舟的舰长，把整船的火种都护住了，却唯独没空照亮自己的餐桌。好了，方舟的故事讲完了上半部，接下来我们要下船了。下船去吃啊，跟你介绍我真正吃过的地方，几乎我全吃过了。6个段落，我要带各位从台湾北部吃到台湾南部，从荒谬吃到流眼泪。先从一个最荒谬的故事开始，一个说相声的发明了一道全世界都以为是蒙古菜的台湾菜。来，各位，画面上的这个呢，画面不尽精准，但是不知道对岸有没有蒙古烤肉这道菜。日本也有蒙古烤肉，但它叫成吉思汗烧肉。所以各位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很重要，这个历史就跟红卫兵无关了。来，1951年了。台北银桥同安街底就在银桥国小那附近的，还靠近淡水河边。对 ，Little Mosa， 我跟你讲，蒙古烤肉是什么？你一定不知道。我等下讲完，你就发现靠背嘞，怎么会这个样子？你慢慢听我讲，慢慢听我讲。1951年啊，台北银桥同安街底淡水河边，那都破破烂烂，都是烂房子、烂眷舍。一个27岁的北京小伙子，跟几个退役老兵合伙搭了个茶棚卖烤肉。这个人叫做吴兆南哦，是北京中国大学毕业。谢谢地瓜妹的抖内。1949年呢，跟着国民政府来台，对，他就是后来那位说相声的吴兆南。但是1951年呢，他还只是为了糊口什么都干的年轻人。他卖的烤肉呢，构想是来自于他家乡的北京小锅子烤肉。这个有点像商代的那个炙烧炙子烤肉，把腌好的肉片呢，在铁炙子上面拨拉着烤。我记得北京现在好像没有这种烤肉，大家都吃羊节子、羊肉串什么东西的。来，吴兆南把小锅子放大成大铁盘，肉跟菜让客人自己配。东西做出来了，要取名字。吴兆南第一个念头就叫嗨呀，就叫北京烤肉吧。本来就是北京的东西，不行啊！1951年的台湾，你讲北京想死是不是？北京当年是什么概念？叫做匪都共产党把北京把北平改名为北京，那个原来叫北平的。你开口闭口北京，听起来像是匪谍的街头暗号，所以那能不能叫北平烤肉吗？也不妥。北平是伤心地，是丢掉的故都，政治上一样敏感哦。北京现在都是炙子烤肉，对不对？但你没有我们这边变态不是变种的蒙古烤肉。我等下讲清楚，你如果没听过，你看一下画面。吴兆南后来自己回忆啊。他的取名逻辑只有一个，离那个地方越远越好啊！你老家是北京，但你不能讲北京啊，北京不行，北平不行，那就一路往北推到外蒙古去。蒙古烤肉，定案好，就是蒙古烤肉啦。你看到没有，各位？你看我后面那个大盘子，一个大铁锅，它也不是锅。
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铁盘，然后这个大家都自己装一碗，然后交给师傅，你自己加酱料、加大蒜、加什么东西，牛肉、羊肉、鹿肉，通通可以。你一碗丢给师傅，师傅就在那个上面拨拉拨拉拨拉，然后把你弄熟了，然后你就跟师傅领来吃。这就是蒙古没有、北平也没有的蒙古烤肉。来，这就是蒙古烤肉的真相啊！蒙古根本没有这道菜。蒙古人看到蒙古烤肉，比台湾人看到台湾香肠披萨还困惑。什么成吉思汗西征时用盾牌架在火上烤肉的传说，全是后人编的行销话术，全是后人编的瞎鸡巴讲的行销话术。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话术后来被日本人拿去，它变成成吉思汗的铁盔烤肉，所以台湾版是扁的，叫用盾牌烤肉；日本版呢是头盔，所以日本版是圆形的。但这都是编的，这都是瞎扯的。这道菜呢，从头到尾是一个北京人在台北为了避免当匪谍而虚构出来的伪蒙古菜。顺带一提，这个词儿也流到对岸去了。barbecue 这个字呢，翻成中文它叫芭比 Q， 这个字也是吴兆南发明的。为什么？因为他说BBQ 翻成芭比 Q 啊，信达雅皆备，结果全世界就开始用这个字，用到今天。那一开始呢，做这个哗啦哗啦刷刷刷刷刷的，生意很差，一盘3块新台币。没有人买，吴兆南灵机一动，改成美式吃法 ，All you can eat， 1美元吃到饱。当时1美元换34块新台币啊！各位，这也是台湾吃到饱文化的鼻祖。今天你们去吃的火烤2吃399吃到饱，海鲜自助餐1500吃到饱，祖师爷就是1951年的淡水河边的那个茶棚。对啊 ，barbecue 其实是台湾词儿，只是它后来被传到对岸去，大家就搞不清楚到底是哪来的。但就是吴兆南搞的，结果他生意起来了，蒋经国亲自去吃过，外国使节大老板专程搭车去淡水河边吃烤肉。后来一场台风来了，干烤肉棚整个吹走了，整个吹走了，吴兆南差点淹死啊！第一饭店的老板收留他到顶楼继续卖。再后来呢，吴兆南专心说相声去了，成了一代宗师。2018年10月14号啊，他在洛杉矶辞世，享其寿92岁。但他发明的这道伪蒙古菜啊，活得比他还精彩。那个秦简讲的是这个东西山东有的是烙大饼用。我记得我在洛杉矶有看到一个大陆小哥，好像烙这个饼，然后把那个肉末夹进去，后来到处被取缔，他就免费发的。然后他的什么女徒弟还跟他起争执什么的，他后来要选洛杉矶市长，但是对不好意思抖音上的东西我就瞎鸡巴看，所以各位如果有印象，他那个锅子应该跟这个很接近，很接近。那所以他发明的这道伪蒙古菜比他活得还精彩。2016年的这个没有夹馍，这个没有夹馍，这是给你要配饭吃配饭吃，你要配抓饼吃配抓饼吃，但它主要就是肉跟那个菜啊。对了，酱香饼酱香饼没有肉末，靠腰，那个酱是哪来的？吴兆南至少是郭德纲的师爷辈了，中间隔30年有了吧？不是肉夹馍啦，干这样子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好，等等，2016年的 CNN 把蒙古烤肉列入世界最佳烤肉名单，跟日本的 Yakitori 烧鸟、阿根廷的 Asado 就是有点像巴西烤肉吧，
一个1951年的政治避嫌产物，变成了世界级美食。同场加映个更夸张的，我刚讲的左宗棠鸡。1952年台北彭园的湖南菜大师彭长贵奉命招待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雷德福，连吃3天菜不能重复。彭长贵情急之下呢，把鸡腿去骨切丁，大火过油，蒜姜醋、辣椒、酱油拌炒，端出一道新菜啊！雷德福问菜名，彭长贵是湖南人，随口借了同乡先贤左宗棠的名字，叫左宗棠鸡。左宗棠呢，本人别说吃过，他妈他一辈子没听过这道菜，干笑死人！所以大家就是瞎鸡巴乱扯嘛。结果呢？左宗棠鸡后来红遍全美国啊！现在在美国的年产值是数十亿美金，是美国人心中中国菜的头号代表。一道湖南人在台北为了应付美国将军而即兴创作的菜，变成一个中菜代表。你现在去买美国的那个 Panda Express， 就是专做中菜，也是给你装一个便当盒，通通塞满的，一定有左宗棠鸡。那好了，各位看出来了吗？蒙古烤肉不是蒙古菜，左宗棠鸡跟左宗棠无关，月亮虾饼泰国根本没有，川味牛肉面四川也吃不到，台湾是全世界。顺带一提，泰式奶茶泰国也很少啊。那川味牛肉面四川也吃不到，台湾是全世界最会无中生有的美食创作基地，因为大家全部逃来台湾，穷呢要安慰大家的乡愁，但是你只安慰乡愁做的太到底有没有用？所以你要把其他省级的人骗进来，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新创作菜，讲 fusion 啊，台湾还真厉害，每一道都变成了广义台菜。好了，接下来我要讲一件事情了。我前几天连续去吃了好多次一家店，叫唐宫。说到蒙古烤肉全盛时期台北有30间蒙古烤肉店，现在剩几间？扣掉新开的老字号剩大戈壁、美琪，还有一间我要特别讲啊，我最近才去调查过，唐宫啊，唐宫是唐朝的唐，宫殿的宫。唐宫在1976年开业，松江路283号2楼，48年的老字号。干大盘鸡不是西北菜吗？什么时候变新疆菜啊？我吃大盘鸡是在陕西吃的。等等，好，48年的老字号，招牌是什么？蒙古烤肉加酸菜白肉锅，火烤2吃，吃到饱。而且现在这个年代，一个人才700多块，看便宜到要死。附近的上班族中午的时候会把它坐满满，我刚好走路经过，想说我以为它倒了。桌上酸菜白肉锅滚着，一口焦香烤肉，一口酸虾汤，这个组合台北人吃了快半世纪啊！2021年10月24号，唐宫的油烟馆起火，因为这个蒙古烤肉油烟很多，然后结果它的油烟馆里面会粘起来，它2楼整层烧掉了。刚装潢完了，对嘛？你看你们都跟我瞎鸡巴讲，我就记得大盘鸡是西北菜啊，怎么跟我讲他妈变成重庆菜了？不是，不是，不要扯到左宗棠收复新疆啊，人家在新疆当时很多手段很激烈的，不一定能够诉诸于死啊。有网友又说我的送礼功能又停权，直播被限流。干讲个妈中菜可以把我直播限流限个5、6、7、8次，是不是？有没有搞错？吃这个菜压力这么大，是不是？来，我继续讲唐宫。最近才刚吃过，印象很深刻。来，那个时候正是疫情最惨的时候，老板陈永富啊，
刚装潢完就遇到大火，他受访时最担心的不是钱，是员工的生计怎么办？当时所有人都以为完啦，又一家老字号要进死亡名单啦。结果2024年7月，唐宫在原址重新开幕，老员工回来了，炒肉的老师傅也回锅了。我自己最近去吃过，我跟各位报告，人潮汹涌，依旧好吃。而且那个沃还说，什么不行了？靠北，这个是吃爽的酸菜白肉锅调味会有多大的差别？蒙古烤肉就是那么一大铁盘，你进去瞎鸡巴炒，怎么会有味道的差别？你的调味料都是自己来的。我跟你讲，如果你很怕味道太重，我告诉你怎么弄。我装了很多肉、很多菜，还有大蒜，但我就跳过那些阿嬷。我跟你讲，阿嬷在那边挑酱料，真他妈挑超久，会让你多等20分钟。我直接跳过他们，我直接拿给师傅说：“师傅，我就这样炒就好了。”那师傅还问我说：“你都不用加酱吗？你都不用加酱吗？”我说：“没有，可以，我就吃那个铁盘上面其他人的酱。”所以那个味道也还是蛮重，而且就算那个酱不行，我就拿火锅料来沾嘛。所以你也可以有方法绕过去。平日中午660加1层，晚上假日760加1层，照样客满。那个老师傅在大铁盘前面，双手长快翻飞，虎虎生风，白烟轰的一声窜起来，肉片的焦香混着别人的酱汁的甜，48年了，那味道还在啊，跟我小时候吃的一样。然后你回到座位上，常烟囱的铜锅正在咕嘟咕嘟的滚，酸白唱的酸香呢飘上来，刷一片白肉，烫嘴过瘾。而且最重要，它通风很好，不像某一家餐厅就是点那个紫铜这个高管的那个火锅，弄到大家一氧化碳中毒。看这很便宜啦，长官，你是多久没有出去吃饭了啦？我都偷别人的酱，我不加那个酱，因为加之后妈味道太重，所以就是前面的人那个酱留在铁盘上，我就干净的肉下去炒回来也照样有味道。所以各位啊，东西好吃，而且我告诉你，你太久没出去吃饭了。这种吃到饱700多，妈，我连吃小火锅吃到饱都比700多要贵了。所以啊，各位同学，唐宫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老味道不是注定要死的，烧掉一次都能爬回来，只要有人愿意回锅掌勺，有人愿意排队买单。而酸菜白肉锅这个东西呢，在台湾的故事比唐宫还要老，它的起点，各位要来讲历尽菜啊，他是要从电机系毕业生开始，跟我一样读电机系呀。孙运璇呢，孙院长是第一代的哈尔滨制造人。孙运璇是1913年生，山东蓬莱人。13岁那年呢，他离开家乡到哈尔滨求学。22岁以第1名的成绩从哈工大电机工程系国防7子之一，而且他当时上的是2文班，第1名啊！第1名，在哈尔滨的10年是等于他在零下20-30度过了10年。各位知道东北人怎么过冬吗？入秋的时候，家家户户腌酸菜。大白菜层层铺盐，压上石头，然后让它自己出水。出水了之后呢，就可以往下走。那这是不出水就表示大白菜要开始发酵，要开始入味了嘛？那为什么好吃？是因为它是自然发酵1个多月啊，到了杀年猪的时候呢，新鲜的猪血、血肠，猪肉我吃过，但是东北的血肠我没吃过，这个可能将来有机会去吃一吃。然后他就再跟酸菜一起下大锅炖，这就是东北的杀猪菜啊，
就是每到逢年过节要加菜的时候，酸菜白肉锅就跟着来。这是酸菜白肉锅的原型，在哈尔滨苦寒求学的孙运璇就是吃这一锅长大的。这个贝尔乌萨斯说，现在市区还会掉到30度以下，哇，尔滨真是很辛苦。但尔滨现在中央大街供暖了哦。来，1949年呢，孙运璇随政府来台，后来当上台电总经理，再后来当行政院长，是台湾科技产业的奠基者之一。这些丰功伟业大家都知道，但很少人知道，这位技术官僚的位，他一辈子留在哈尔滨。1963年的民国52年，孙运璇做了一件很可爱的事情，他把哈工大老同学陈柱夫妇请到台电。在台电里面的员工餐厅开了一个成吉思汗厨房，对，又是成吉思汗。1960年代的台湾，所有东北北方的东西都挂成吉思汗的名字避嫌，跟吴兆南的逻辑一模一样。但是不知道馆长的成吉思汗健身馆是不是为了避嫌，就巧合吧？那这个员工餐厅呢，后来改名为励进餐厅，勉励进步。标准的技术官僚命名法，工程师都会这样想。位置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一段75巷台电大楼后面的小巷子里。63年过去了，孙运璇走了，陈柱夫妇走了，现在掌店的是第3代的老板娘石美兰，人称二姐。但那一口锅没变哦，传统烧炭的长烟囱铜锅。各位看过那种锅吗？中间一根黑色烟囱，有的是紫铜的，底下烧红炭，汤在环形的锅膛里面滚滚滚。唐宫现在还用这个，不过它的那个烟囱比较高。白肉片下去涮10到15秒，肥的部分变透明就起锅。蘸酱是东北的老七样啊，台湾有很多酸菜白肉锅不吃那老七样啊。芝麻酱、红曲腐乳，红曲腐乳最好认，红色的。酒花酱、辣油、虾油，自己调，你调出自己的比例。通常我他妈就是在里面随便乱放，每一道都丢进去。来，台电力进呢，到今天还是天天排队，他们也叫。也有宅配，有酸菜白肉啊，然后炸丸子、炸排骨什么东西啊，4人份，回家自己开锅。一个哈尔滨电机系学生的乡愁，变成了台北60年的排队名店。这就是第一代尔滨的故事啊，1949年的乡愁。接下来到第2代了，哎呀，我们各位认识的人马上就要登场了。怎么先来了一个酸白菜的照片呢？好啦，各位看这个照片应该看得出来，这家店有点熟悉。那这一位这个妈妈也有点熟悉，就是我们哈尔滨水饺这个王酱面这家店的老妈呢，正在拌酸白菜的。那我们先从目前掌勺的这一位前千金小姐开始讲起吧。来，桃园市政府旁边县府路76号有一家店叫做新味王酱面，老板娘叫做严红雪。严这个姓很特别，门里面一个3，婴童颜，开口颜色的颜，言语的言，客人常常念不出来，叫她门小姐、三小姐，她也不生气，笑着解释，颜是古字，门里面有个3，她在家族同辈里面正好排行老3，所以她跟这个字特别有缘分。严红雪就是黑龙江哈尔滨人，对，又是哈尔滨。孙运璇求学那个哈尔滨，零下30度，家家腌酸菜的那个哈尔滨。她为什么来台湾？为了爱情，她嫁来台湾。后来先生一度重病，她要申请家祭，但是后来差不多康复了。我每次看到她老公就是负责在扛重物，很认真。所以这个从小呢，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东北姑娘，卷起袖子跟自己的老妈苦学厨艺，
2016年呢，在桃园市政府对面开的这家店，各位注意这个细节，他老布啊，他妈妈年近70岁，还在自己腌白菜，自己做白菜，还在教他怎么包水饺。我等一下再把这个菜拿出来给大家看。所以啊，我看过一段影片啊，他们店里面自己拍的，严妈妈戴着口罩、紫色手套，坐在一个比她半个人还高的不锈钢大桶前面，双手插进满桶的白菜丝里面，一层菜一层盐的搓揉压。镜头拍到她抬起头，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线。影片的标题写着“偷录”，尔彬在腌酸菜。尔彬是真的在腌酸菜啊！来，有网友问说，这个尔彬水饺要去哪里买？来，我们先给各位看，等等。好，来，好，这个有网友问起来，我一边讲他的故事，一边给各位分享。哈尔滨酸菜鱼。来，我直接置顶了，各位有空可以去看一看。真巧，我这边就有在卖。来，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是这个草金玉说好吃，我在朱大这边买过。对啊，那你赶快再多买啊，因为最近又推出了酸菜白肉锅。好，继续往下讲。所以，尔彬是什么称呼呢？尔彬是哈尔滨人对家乡的昵称。一个70岁的哈尔滨妈妈在桃园，用她在松花江边学会的手法腌台湾的大白菜来救场的啊。严宏雪说过一句话，我认为是今天整集的注脚之一啊。他说，台湾人对东北菜的印象只有酸菜白肉锅。但东北菜最有魅力的是炖菜、水饺、面条跟凉拌菜，看起来粗犷，其实工序十分繁琐，而且讲究，有很多美美嘎嘎，有美角在里面。所以各位听到没有？看起来粗犷，其实工序有繁琐讲究。为什么？因为哈尔滨人都是好心人，但是为了好心又要追求高标准，是很认真的一伙人。来，各位听到没有？看起来粗犷，工序繁琐讲究。这句话等下我们讲阿舍菜啊，鸡仔猪肚鳖是同一个灵魂。天下的功夫菜都是同一家，把时间熬进去，把心思插进菜里面。他的店里面招牌不止酸菜白肉啊，松花鸡腿、皮蛋包进鸡腿肉里面，带烟熏香。我一直没办法理解他在那边到底要怎么熏，我都没有问，因为要熏东西不好做然后切开来呢，蛋心墨绿，松花皮蛋是墨绿的，鸡肉粉嫩，是哈尔滨的传统手艺。还有鲜虾水饺，他也把虾膏打进馅里面，一口咬下去都是海的甜味。还有东北棒棒骨砂锅，烟熏猪肘子，妈妈在后面包水饺，每一颗都是手工现包哦。而且你看，我们今天有带货的，就是画面上这一个酸菜白肉锅，一次4人份。然后一家伙买回家呢，可以让你吃得很开心。那这个东西呢，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着办。但我中午讲到这里，我他妈肚子饿了，看我要赶快吃午饭了。不对，是鸡腿包皮蛋。
所以看到画面上这样子，我们等于是把两代放在一起看。1963年孙运璇是哈工大电机系毕业生，因为1949年的战乱渡海，想念杀猪菜，把哈尔滨的酸菜白肉锅带进台电员工餐厅，传了63年。而2016年呢，严红雪这个哈尔滨姑娘，因为爱情渡海，因为先生重病要撑家计，把妈妈亲手腌的酸白菜带到桃园市政府旁边。中间隔了53年，同一座哈尔滨，同一缸酸白菜，同一锅杀猪菜，两个时代，两种人生，两条完全不一样的渡海理由，最后选择了同一个落脚的地方——台湾。文革烧不掉的东西呢，乡愁跟爱情会接力把它送过海峡。所以我说啊，广义的台菜，从来不是1949年关上门的冰箱，它是一条到今天还在流的河。所以真的要带货，现在才开始。我很骄傲地跟各位报告，严老板娘这一锅我们把它搬到你家了。阿宅福利社这次跟新味王酱面合作，推出东北人气酸菜白肉锅。先讲灵魂酸白菜，这是山东大白菜手工层层铺盐，自然发酵腌煮时间。各位，重点是腌煮时间4个字啊！市面上很多酸白菜用醋精、柠檬酸吹出来的化学死酸，入口酸的刺，酸的饱，而且不舒服、不健康。自然发酵的酸呢，是乳酸菌养出来的，温润回甘有层次，酸完了嘴里是甜的。严妈妈70岁还在亲手腌的，就是这种酸，所以你看她手的皮肤其实特别好。为什么？长时间泡在乳酸菌里面，对你的皮肤是好的。再来，它还有雪花猪、五花肉，肥瘦相间，油花漂亮。你看到我后面这张图就知道，在酸香汤里面，轻轻一涮就软嫩多汁。请注意，煮那个锅手不要一开始就把所有的肉丢进去啊，你慢慢来啊。酸菜解腻，五花够香，两样是天生一对。五花肉的油润把酸菜的酸撑起来，酸菜的酸会把五花腻减掉，一口接一口，完全停不下来。然后就是我要特别强调的棒骨，我跟你讲，我在市面上的酸菜白肉锅都没有买到这个东西。严老板娘非常坚持。他说：“小锅给你2根，大锅给你3根带肉棒骨，丢在锅里呀、丢在锅里。你知道棒骨在锅里是干嘛的吗？它不是配料，它是活的汤底引擎啊。骨髓跟骨边肉会随着你越煮越释放胶质跟鲜味。第一天煮完汤别倒掉，隔天加点水再滚，味道反而更深。这一锅可以多煮好几天的，越煮越有味道。这是东北人过冬的智慧，一锅汤吃1个礼拜，每天往里面添东西，锅越老汤越香。我跟你讲，我带我儿子过年的时候，这个锅整整吃4天了。为什么？因为你就一直煮，一直煮，一直煮，一直加嘛，那没有问题呀、4天绝对可以的。那汤底当然是棒骨慢熬的酸菜高汤了，小锅附2包，约1800到2000cc， 大锅附3包，约2500cc。而且大锅这次特别加码哦，汤底从2包送到3包，冻豆腐小锅6块，大锅8块，最后下去冻豆腐吸饱汤汁，你自己还可以再加，一口咬下去爆汁，花枝丸、贡丸各3到4颗，大锅还有限定的特大白虾，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加这么多东西，但是没关系，你看我们的照片，那个虾的个头铺在白肉跟酸菜上面，海陆一次满足。不爱吃菜只想大口吃肉的，你可以选加肉版，蔬菜拿掉，肉直接加量，汤底跟火锅料照给，全部冷冻宅配，但好像目前只能到 7-Eleven 了。但如果你想要加钱，我们也提供了黑猫宅急便的方法，但就比较贵。你只要带回家的，退冰下锅加热，把塑胶袋打开，丢在锅里面，加点热水就能上桌了。
不用顾火，不用调味，不用熬汤，夏天更要吃啊！冷气开好开满，关上也不用真关上灯啊，喝一锅热乎乎的酸菜白肉锅，酸香开胃，越热越涮越上瘾，这是内行人吃法。顺便跟各位报告战绩啊，王酱面的哈尔滨水饺系列啊，在本台已经卖超过600组，松花鸡腿卖了270几组。看你各位真的是很会吃，都是回头客在吃的。那个辉券讲得很明白啊，这个东西料好吃啊，为什么不追？他还会亲自杀到桃园本店去跟老板娘聊天。我要特别讲，网购跟外卖的东西一定跟店里的状况不一样。我们相对比较大，但是我们也比较贵。那你真的想要，或是你很在乎钱，吃不起啊，不要说吃不起，或你希望能够吃划算，最划算是跑到他店里去吃，好不好？那严老板娘的手艺，你看我们的数字就知道了，看我们的数字就好了。所以后面我们还有冬天的羊肉炉啊，夏天可以吃酸菜白肉，冬天可以吃羊肉炉，冬天、夏天也都可以吃。广义的台菜，本台带货，把你1年4季的锅都包了。好了，我们先把这个酸菜白肉锅放了，继续滚。接下来这一章呢，我们要从庶民的锅走进帝王般的饭，一碗你以为你很熟，其实你根本不认识的饭。这个一级嘴炮技术是叫做价格敏感。我跟你讲，我现在都讲，我们带货卖的东西绝对不是最便宜的。你要找最便宜的，去找 Momo， 去找其他家，那个不是我们要卖的嘛。先问各位一个问题。你上一次吃卤肉饭是什么时候？昨天、前天？那我再问，你上一次吃到惊为天人的卤肉饭是什么时候？很多人答不出来，对不对？因为卤肉饭太日常了，日常到我们都忘记了，其实做一个好的卤肉饭是一门功夫啊。什么功夫呢？就是如何把这个猪肉跟胶质卤到够味，这才是关键。2019年呢，米其林的必比登呢，开始推荐，首度把台北的卤肉饭的餐厅呢推荐进去，国际社会正式认证。这碗看起来不起眼的饭是台湾的美食国旗啊，总统的国宴上有它，夜市的摊子上有它，便利商店的微波架上也有它，全世界没有第二道菜可以同时出现在这3个地方。有网友问说，我是不是在吃小浣熊脆面啊？就不是，我在吃的是我们带货的那个烤玉米，我赶快要把下一个系列卖光了，好不好？因为它很占空间的，妈超大的，堆到1层楼高，所以各位，这也是好吃的东西，是云林台西乡的农会卖的，叫什么呢？烤玉米。好不好？我再把它置顶，你们要买的话，赶快去买。这不是小浣熊干脆面，而且我们台湾吃的是科学面。算了，不要再乱吃这些垃圾食物，干我肚子真的好饿。中午讲这吃的东西，真的对身体不好，气死我！来，要讲卤肉饭啊？为什么讲卤肉饭呢？因为卤肉饭好吃却难做啊。好吃在哪里？好吃在于它下饭，而且又快好，又简单，难度不高。但难做在哪里？一碗对的卤肉饭呢，工序是这样的：第一，肉不是绞肉，绞肉是偷懒，因为它会柴。对的卤肉饭要用手切，而且要2个部位混。松板肉
第一个要取它的 Q 弹带筋的脆度，后腿肉取它的瘦肉纤维跟肉味，咬下去有劲，咬下去有筋，咬下去有胶质。肥瘦筋哦，3位一体，切成小指甲盖大小的丁条。入口的时候呢，你的牙齿会同时遇到3种阻力：脆的、弹的、一口化开的。这就是高级卤肉饭跟便当店肉燥的差距。第二个红葱酥啦，这是台湾味的化学钥匙。红葱头切薄片，下锅猪油锅，小火慢炸。这个炸是走钢索，火候差1秒就焦，焦了就苦，整锅报废。要炸到边缘金黄，香气轰的一声炸开，那个瞬间立刻捞起，余温会让它继续变得更深。对的红葱酥哦，香气是甜的。第3个要调色调香啊，酱油打底，冰糖收亮。好的卤肉饭，它的卤肉肉皮是亮的，那个亮是冰糖熬出来的琥珀光啊。红曲会给它温润的红褐色，八角呢给香料的尾韵，黑胡椒给一点点刺激，生姜、大蒜、洋葱、青葱在猪油里面先爆香垫底。第4个时间。时间呢，文火慢卤2个小时起跳，卤到肥肉的油脂融进汤里，瘦肉吸饱酱色，胶质要把整锅汤挂上一层绸缎般的绸。但是你这样卤出来之后，他妈那个锅很难洗，所以我宁愿去吃别人的，我不会自己弄。浇饭是有规矩啊，白饭8分满，卤汁淋肉不淹米，不要妈弄成一个汤泡饭，这就野蛮了。米要保留一点干爽，要干湿分离，才能在嘴里面跟卤汁交融，而不是泡烂。配一颗卤蛋呢，蛋黄要留不留之间，烫一把青菜，100块油枣啊，要吃出帝王感啊！我记得我之前做卤肉饭的那个 C Dance 的影片的时候，我都特别要求我他妈要溏心蛋。因为这溏心蛋才高级，画面上这个我还不认嘞。所以呀，你接下来再烫一把青菜，100块油枣，吃出帝王感，帅不帅气？帅气耶！我他妈讲到又肚子饿了，干好。但不管啦，今天这个讲的东西也跟带货有一点点关系呀。好了，这个东西呢，我看看，到底怎么讲？我们是有带货的相关产品，但这些东西呢，在带货里面是加价购，先厨骨传卤肉，这个是拿来配饭用的，它不是煮，因为就这么小一罐嘛。你加个这个一点钱，然后可以买了带回家，可以吃3、4餐啊，而且保证有胶质，保证油腻腻，又油又香又好吃。那但是我们还是把它故事讲一讲，好吧，让你大概了解一下。现在100块吃不到哦，现在100块吃的很寒酸的，我们要饭都没办法要到，好不好？来，这么搞纲的东西，我们要想办法把它做成你家冷冻库，甚至不要在冷冻库，常温就可以放的东西。做这个东西的公司呢，血统比你想象的硬派10000倍。等下还要介绍它的麻辣烫，这个新兴生技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听这个名字很普通，对不对？我讲它的家世就不普通了。哎呀，它可是跟解放军势不两立啊！1973年，民国62年，它成立的时候叫做新兴食品厂。这就是我们在带货的羊肉炉，很抱歉呢，对岸网友吃不到，因为肉类罐头不能外销，不能跨海。来，这一家店成立的时候呢，叫做新兴食品厂，隶属于哪里？隶属于行政院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退辅会，前身是什么？联勤粮磨厂，对，就是做军粮的。
1972年，联勤粮墨厂裁撤，业务转给新兴。各位，你知道这代表什么？这家公司的本业是喂饱60万国军呐、野战口粮、军用罐头。你爸爸、你爷爷当兵的时候，在野外拉兵，然后练兵的时候吃的那个牛肉罐头，很可能就是他们做的。更猛的还后面，我跟你讲，他们东西在北监也有，但是只有牛肉跟猪肉罐头，量不多。更猛的还在后面啊！冷战、新战时期啊，新兴受命生产一种特殊食品，叫什么？空飘跟海漂物资啊！国军会把食品、日用品装进气球跟浮筒，飘过台湾海峡，飘到对岸的福建沿海，上面还要印新战标语，什么这征服万恶共匪啊，什么拯救大陆同胞之类的。意思说，你看台湾人吃这么好。花花鱼说：“请问朱大，我们小时候很少能吃到肉，在台北的朱大第一次什么时候吃到卤肉饭？10岁了吧？主要不是少吃到肉的问题，是我们家是外省人，我们家不吃卤肉饭的，要长大了在外面吃才知道啊。”来，各位同学，有没有想过这个画面？1970年代文革还没结束，对岸在饥荒边缘改菜名斗厨师的时候，台湾的军方食品厂把罐头装上气球，飘过海峡给对岸的人吃。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奇特的料理外交，用气球送罐头，而且你啊，捡到了赶快打开吃，不要被人家抓到，好不好？那真是好吃的东西啊！这个 YNW 说现在还在发头层食品嘛，咱们也能零元购下，可能还有，但是我弄不到，没办法。2003年呢，新兴民营化了，更名新兴生技食品。2011年全部民营化，现在厂在云林斗六，一边继续供应军方副食品，一边把几十年的军粮工艺转向家庭市场。军粮工艺是什么？军粮的要求下，在最恶劣的条件下保存最久，加热最快，营养最足，味道最稳定。一家做了50年军粮的公司来做家庭料理包，就像请 F1 技师帮你保养家用车一样，这是降维打击呀！他妈发5030头层晶片的，干我都没有了，你再妈妈抢个屁！所以我们这次带货那个新兴卤肉饭呢，没有办法单买，都是你订了那个罐头组合之后，才能跟他讲，才能跟他订额外加价购。猪肉是用松板肉、后腿肉 ，Q 弹肉香都有，酱油跟冰糖调色调味，红葱酥、洋葱、大蒜、青葱、生姜全套，辛香基底，红曲上色，八角收尾，黑胡椒提神，猪油养润，海盐定味。各位，这成分表上面写得很清楚啊，这个不是我瞎掰的，这是老师傅配方的忠实封存版。该有的工序成分一个不少，没有奇奇怪怪添加物，而且一罐放3年，多开心呐！你把它加热，浇饭，配一颗卤蛋，深夜12点3分钟，你家的餐桌升起一面台湾美食的国旗，而且它的血统是1973年联勤粮墨厂。你吃的这一碗跟半世纪的国军野战口粮，跟飘过海峡的新战气球，是同一条生产线的子孙呐、战地风味，此之味也。好了，庶民的饭吃完了，各位有空赶快点选置顶的这个连结，好不好？干，我已经有点忘了，这个连结里面有4味罐头组，可以去购买。来，第5章我们要快讲到阿舍菜的阿虾。阿虾这个字呢，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来，我先把那个双锅4味组的连结贴给各位。
阿霞菜其实是什么？清领末期哦，就是清代到最后这个统治时到日本统治接手统治的后期呢，其实台湾冒出来一些有趣的菜系。菜系是什么？台湾中南部因为糖业樟脑土地崛起的一批巨富，这些人被称为阿霞、阿舍。现在阿舍这个词有点贬义，像纨绔子弟，像盘子，但是100多年前的台南，阿舍是品味呀、阿舍是财富，阿舍是文化资本。阿舍家里有什么？有专属的家厨，不是请来办一场宴的总铺师，是住在家里，1年365天只伺候这一家人嘴巴的职业厨师。这些家厨做菜没有成本限制，没有时间压力，不用翻桌率，唯一的 KPI 是让主人的舌头惊喜。在这种变态的条件下，诞生了台菜光谱里面最精致、最繁琐、最不讲道理的一支阿舍菜。台南饮食作家黄婉玲人称台菜教母，给阿霞菜的定位是4个字：台菜的金字塔，最高、最难、最不容易满足，而且做不好。为什么？因为富过3代，懂得吃穿了。你他妈没富过，怎么办呢？来，为什么说阿霞菜差点绝种？因为它有一个致命性的结构弱点。阿霞家的人会吃，但不会做。少爷小姐们呢，都吃这些菜长大，舌头刁得很。但你问他这道菜怎么做，他连蒸煮炸烩都分不清楚，手艺全在家厨身上。日据末期到战后，阿霞家道中落，家厨心散，菜就跟着散了。没有食谱，家厨不写食谱，手艺是身体记忆，没有传承。厨师的儿子不想做菜，想去当医生。一道菜的死亡可以这么安静，最后一个会做的人过世，那道菜就从地球上消失了，连布纹都没有。黄婉玲不甘心，他出身台南世家，小时候吃过这些菜的尾声。他花了15年，像考古学家一样去寻访那些70、80岁的退休老师傅、老总铺师，一个一个聊，把记忆里的菜挖出来。他的方法笨到令人敬佩，听老师傅口述，回家试做，做完端去给老师傅吃，老师傅摇头，回去重做，再摇头，再重做，直到某一次，老师傅尝了一口，眼睛亮起来，说啊，就是这道菜，一道菜就这样复活了。他把这些写成了老台菜、台菜本味、经典重现失传的台菜谱一系列书。2013年的电影《中破塞总铺师》，他是饮食顾问，可以这么说，今天台湾还有人知道阿舍菜这个3个字呢，一半的功劳在他身上。那阿舍菜长什么样？我给各位上第一道菊花干贝汤。你看画面上这个东西呢，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东西？这道菜的视觉呢，是整个台菜里面最戏剧化的瞬间之一。上桌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大碗清澈的高汤，碗底趴着一个浅金色圆圆的东西，一张薄到透光的蛋皮，整个倒扣在碗底，像一轮沉在汤里的月亮。试着拿一把小刀在蛋皮上轻轻画一个米字，然后奇迹发生了。蛋皮会沿着刀痕向外卷开绽放，里面藏的馅料会涌出来，手工撕成细丝的干贝、嫩笋丝、炒虾仁像花蕊一样从中心涌出，整碗汤在你面前开成一朵菊花。各位想想这个工序，蛋皮要摊得够薄才卷得开，太薄又会破；馅料要铺得够匀，绽放的时候才像花瓣。倒扣的手势呢，蒸的火候，划刀的角度呢，全部都是手感。干，好饿哦！妈，我中午应该带个便当来吃的，气死我了！来，全部都是手感，全部不能量产。这道菜不是做给你吃的，是做给你看完再吃的。这就是阿舍菜的哲学：奢华要藏，藏到揭晓的那一刻才绽放。好啦，真正我们要开始吃那个垃圾食品了。台湾叫科学面，不叫小熊猫面。来，再快速给各位说饭，说一桌好了。五柳枝，台南经典。
整尾鱼炸到外酥，淋上5种切丝配料味的酸甜酱汁，重点在那个酸甜的比例，酸要占前面，甜在后面收，醋香扑鼻而肉不烂。这道菜后来流落民间，变成糖醋鱼，但老师傅会告诉你，5柳枝的酱跟糖醋是两回事，差在醋下锅的时机，差3秒，差了1个档次。醋这个字要怎么念啊？醋虾吗？酸醋虾。好了，这是时令秘菜，清明节前后限定，火烧虾正肥的，短短几周才能做。下菜的时间观就是这么霸道，不是你想吃就有，是节气到了才能做。咸蛋四宝。这道菜最能展现阿霞菜的长字诀，整道菜一粒盐都不将，所有咸味来自咸蛋本身，逼出4种食材各自的高级原味。没有顶级的食材跟绝对的自信，不敢这样做菜。香油煎干，猪肝外脆内嫩，麻油焦香，猪肝要嫩，差0.1秒就老。这套菜是火候的100米赛跑，其实是短线冲刺，搞不好只能跑10秒。布袋鸡。各位，这道菜我要讲得清楚。很多人会把布袋鸡跟等一下要讲的鸡仔猪肚鳖搞混，他们是2道菜。布袋鸡是纯粹的脱骨工艺展示一整只鸡从头部或尾部的小孔探进去，用一把剔骨刀把整副骨架一节一节拆出来，鸡皮不能破1寸，破了都不圆满就不完整。拆完的鸡变成一个软的皮囊，一个布袋，所以叫布袋鸡。然后往里面填8宝馅料，重新缝起来蒸。上桌时看是全鸡，一下刀整个炸开来全是料。这个脱骨技法是中餐刀工的圣母风，现在全台湾会的人用10根手指数得出来。这些菜共同的关键字是什么？时间、手感、不讲道理的讲究，他们在商业逻辑里面全是赔钱货，所以他们濒危。而接下来这一道呢，是濒危名单里面最传奇的一道菜里面藏了3只动物，像俄罗斯娃娃一样。这个基本上做图不是很对，但是实在是没有办法做出来。各位同学，现在要讲的一道菜呢，就是2013年电影《中破塞》里面让全台湾观众看傻眼的那一道鸡仔猪肚边。它的结构用一句话讲，叫做把鳖塞进鸡里，把鸡塞进猪肚里，整颗下去炖。一道菜3层动物，就像俄罗斯娃娃一样，像套娃一样。台菜的手路菜、功夫菜里面，这是工序的天花板。我一层一层拆给各位看。第一层，干就没办法，是鳖嘛？你叫我能够描述那么详细，我很难的，好不好？我不能去偷人家照片。第一层是猪肚，猪肚是整道菜的外墙，你就看图里面那个有皱褶的，就是猪肚。那它最难伺候，因为生猪肚腥臊味重，要用粗盐面粉里里外外反复搓洗，搓掉黏液，搓掉味道，搓到那个肚壁白白净净。有的师傅还要过啤酒或者过可乐去腥。前置作业1个早上。第2层是鸡，土鸡要穿烫定型，讲究的老派做法。鸡还要先脱骨，就是上一章讲的那个布袋鸡的技法，皮不能破。第3层是鳖，鳖肉要斩块啦。不好意思，现在露出了一个完整的
鳖壳。鳖就是甲鱼、团鱼、野味里面的胶质之王。鳖的裙边呢，壳周围那一圈软肉是整个胶质的火药库，全部的胶质都他妈从这里来的。然后接下来怎么做？接下来要来咯，然后要把它组装起来。鳖要塞进鸡肚子里面，鸡要塞进猪肚子里面，棉线把猪肚口缝起来，一颗饱满的鼓鼓的肉球就完成了。下到陶瓮里，注入老母鸡跟金华火腿调了高汤，文火炖4到5个小时。那个刘冠超说这道菜不难，这道菜是不难啊，但是你有时间去把那个鸡的肉，然后把里面的鸡骨通通拆出来嘛？你没有时间呐、没有时间，你要闲暇有空才能做。那南部的做法呢？瓮里面还要下中药，当归、川穹、熟地、枸杞，药香还要炖进3层肉里面的。北部呢，北部不加药。台北老师傅董卿卿说过，这道菜在北台湾最早的版本其实是瓜子鸡汤，由味全花瓜片提味的金汤，后来才一路升级到了加猪肚、加野生鳖，演化到现在这个版本呢。这个巨无霸，南药北清，南方台湾南部呢要加中药，北方台北是清汤。所以我吃这种东西呢，不是说多了不起或是多贵，它贵就是那个手工啊，时间永远都是最贵的调味料。你如果不能理解这件事情，那没得讲。对，我好像听过对岸有肚包鸡，所以阿基师给这道菜的诠释我特别喜欢。他说这道菜是福禄寿，猪肚是福，肚纳百福；鸡是禄，鸡者吉也；鳖是寿，龟鳖长寿。一道菜把人生3大愿望全炖进去啊！但有网友说，为什么不配一些好吃的东西吃？干，第一个现在没钱，第二个现在没助理啊！你要我怎么办？一边直播，然后一边走出去拿那个快递送来的餐点嘛，啊，4、5个小时哦，要放在锅里面炖4、5个小时之后出菜。这道菜对火候的终极考验浓缩在8个字：吹弹可破，不能真破。猪肚要炖到软糯到极致，筷子一夹就蘸，像一包水快撑破皮的程度，但绝对不能真的破。火候过了，猪肚裂开，里面的精华提前散进汤里面，整道菜失败。4、5个小时白工，老师傅守在炉边，凭的是几10年的手感。那个刘冠超说有，我认识杏花楼的退休大厨，老人家会做，而且拆骨其实他每年都有培训年轻厨师，只是竞争力不强而已。对，我以后去上海找刘冠超说，我不要跟他吃饭，我要看他拆骨，我要看他怎么样子把鸡的那个骨头从肉不破的状况下拆出来，然后我一边直播。所以啊，一上桌，食客看到的是一个饱满圆润的猪肚，浸在清澈透亮的汤里面，大巧不工，大兵不斗。侍者拿着剪刀轻轻划开肚壁，噗的一声，蒸汽冲出来，金黄的鸡油浮上汤面，药膳香混着油脂的甜，轰然炸开。剥开猪肚，里面是炖到入口即化的鸡；剥开鸡，里面是深和透亮、裙边胶质粘醇的鳖肉。喝汤8个字：汤清而不淡，品润而不燥。3层动物的精华在密闭的猪肚里面交融了4、5个小时，但汤色清亮，这就是功夫。浓缩而不混浊，然后吃肉。猪肚微弹，鸡肉化口，鳖肉滑糯粘醇，3种完全不同的质地在
嘴里同时演奏，干好饿，靠喂！我都讲到饿了，但而且这一道菜我真的没吃过，真的。所以2013年总铺师上映之后，这道菜红了一阵子。台北松山区敦化北路的小巷里面，巨鹏园的年轻主厨张世鹏努力重现它。它的版本是用何首乌配川穹、红枣、枸杞汤，用熬了4天的鸡汤打底。我必须给这样子的年轻师傅起立鼓掌。但是呢，整体呢，许多经典台菜因为费工，而且大众饮食改变，重视行销包装，像这样能够坚守台湾传统好味道的餐厅，已经越来越少了。为什么越来越少？算给你听：洗猪肚要1个早上，脱骨要半天。炖呢要4、5个小时，失败率还高。一个师傅一天只能出几锅。这道菜在菜单上面敢标多少钱？2000、3000，消费者嫌贵啊。同样的工时，去日料店切生鱼片，薪水2倍，冷气吹着。年轻厨师为什么要学这个？这就是手路菜是怎么死的？不是没人爱吃，是没人付得起它真正的价格。懂吃懂行的人越来越少，或者说没有人愿意付。记住这个方程式，后面我们会再见到它，而且是以最残忍的形式。来，接下来又要讲有趣的东西啊。什么有趣的东西？来，我们从鸡仔猪肚鳖啊讲到羊肉炉，南派下当归、川穹、熟地、枸杞。各位有没有发现这套中药汤底逻辑，台湾人其实一点都不陌生。每年冬至前后，全台湾的羊肉炉店门口开始排队。冈山的、西湖的、台北街边的一锅深褐色的汤，当归的甘、桂枝的辛、红枣的甜，在蒸汽里面翻滚。羊肉炉就是鸡仔猪肚边的国民版，同一套汉方滋补哲学，一个在阿霞的宴席上，一个在你家巷口。但说实话，外面吃的羊肉炉没有我们卖的新兴羊肉炉的罐头好吃，我等下再跟你解释。来，台湾羊肉炉有2大门派，冈山派是沙茶酱基底，羊肉先用麻油姜片爆炒到焦香，再下汤，重香重火，配冈山豆瓣酱是南台湾的豪迈。西湖派清炖药材汤底，直接炖带皮羊肉，汤清药香足，喝的是温润，一爆一清，像武当跟少林一样。共同的仪式感是一样的，带皮羊肉，对，一定要带皮，皮下那一层胶质是精华。先煸炒去膻腥，姜片米酒把羊的野气炖成香气，中药包下锅文火慢炖，让川穹当归的药香钻进肉的纤维里面，汤面浮一层金色羊油，那是天然的保温层，所以风吹外面低温。被那个油盖住的汤比你想象中要烫很多，小心烫嘴。喝到最后一口都是烫的。吃法的讲究呢，先喝汤，空腹第1碗汤下肚，从食道一路暖到胃底，整个再吃带皮羊肉。沾豆腐乳、辣椒酱，这个沾酱是台湾独家，东北沾麻酱，广东沾腐竹，台湾人沾豆腐乳，咸香带甜，跟羊肉是绝配。然后面线下汤，吸饱药膳汤汁，最后冻豆腐或豆皮收尾，一锅吃完毛孔全开，冬天什么寒流都不怕。那一锅这么搞纲的东西。煸羊肉配药材熬几个钟头，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贝福厂星星就直接做好给你了。你现在可能
可以买得到，但是要人家帮你把这么一大锅通通送给你，很赞哦。新兴的羊肉卤呢，大锅装，这一个内容量就1700公克啊，固形量有750公克，也就是捞起来实实在在的汤以外的料有750公克，不是汤灌水充数。它的羊肉是用澳洲、纽西兰进口羊，草饲肉嫩，膻味低。然后中药的配方摊开，就像我们刚刚讲，有川穹、当归、红枣、桂枝、肉桂、枸杞，这跟鸡仔、猪肚边南派的药单高度重叠，这就我说的同一套千年汉方哲学。阿霞的瓮跟你家的锅用的是同一张药单，生姜米酒去鲜提香，海盐定味。而且各位注意保存期限，干3年呐！妈的，如果现在2028要妈5桶，你可以留着一路吃到2029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很划算，因为它就是放3年。这就是军粮工艺的展现，做了50年野战口粮公司，把在任何条件下保存最久、味道最稳的本事用在你家的羊肉炉上面，买2锅放着，今年冬至1锅，明年冬至1锅，都还在最佳赏味期限之内。但其实我冬天的时候，大概是这一周吃1锅，下一周再吃1锅，赞！开锅加热就可以直接吃哦，而且根据一级嘴炮就是干，我就很想吃，但我现在没有人。没有助理帮我做啊！鸡巴，我在那边讲了半天，我难道自己跑去厨房说：“各位，你现在就看着镜头，然后我们就看着椅子君，对你还可以请解放军吃。”所以呀，同一套千年汉方哲学，你看开锅加热可以直接吃哦。一级嘴炮技术室提供的做法是。你把这一锅丢到锅里去，第一个锅子要大，我已经吃了妈好几锅这个东西，我跟你保证好吃。来，底下如果有网友没有吃过，你就问本台吃过的网友，觉得这东西好不好吃？好吃的请按+1。我们的那个一级嘴炮技术室在云林那边建议说，这个东西不要只用水兑，你把它倒到锅里去。拆1颗大白菜，把大白菜拆，然后丢进锅里面，然后嘞，直接下锅炖到你的大白菜出水，整锅菜就开心了。我也很想要吃，干没有无法分身呐，非常的无奈。不，你有留一个大锅子给我们用，但我现在没有人呐。我现在没有人，好不好？我跟你讲，这个真的赞，妈，我人格保证。那个谁，你看底下+1，对不对？都吃过。一级嘴炮技术室要特别讲，我以祖宗18代名义担保这玩意很好吃。我当初其实瞧不起它，但还真他妈好吃。这个真是很意外。我觉得羊肉炉的店家根本不要自己炖了，他妈你就一锅一锅买，跟他大批发，然后自己在那边卖，说独家军用口粮。新兴被服厂，但是也有人喜欢麻辣罐头，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讲。那你如果开锅加热，可以直接吃，也可以当汤底啊。你可以将羊肉片加冻豆腐加面线加茼蒿，越加越豪华，含留液10分钟，你家就变成西湖羊肉炉总店了。夏天的酸菜白肉锅我前面讲过了，冬天的羊肉炉在这里，说到做到，1年4季的锅都帮你包了。宁至深渊说，羊肉炉罐头要全家6人一起吃才吃得完，真的多。我们通常都吃2餐呐，一餐真的是吃不完。还叫雅芳千金来，他家主业是做羊肉卤啊，这个就是比较便宜又比较好吃啊，不然怎么办？来，锅物暂告一段落，我们要回到台菜的正殿。上2道宴席的王者，一道红的像火，一道是台湾台菜料理的最后圣殿。我们赶快讲，干嘛肚饿死了？我等下
回家去还不知道吃什么东西，然后晚上6点兵哥又要来，干，真是妈这一行真是不好做，每天都处在饥饿边缘。来，看到什么东西了没有？有没有看到觉得很了不起的东西？有。哎呀，回劝说料比雅芳多，还真的没有唬烂，人家当然是财大气粗、店大，然后又是网络上当红，但是新兴的料是真的比雅芳要多。那你自己看着办啊。来，接下来讲红蟳米糕了。台菜半桌的大戏，永远是那一盘红的像火的红蟳米糕。订婚宴、满月酒、尾牙春酒，这道菜一上桌，全场的手机先啪嚓啪嚓的拍。我们把它整个做法分析出来。先处理活蟳，掀盖去鳃，挖掉胃袋跟心脏，蟹身横切厚片，锯咬每只剁二，还要细心斩掉小脚尖，免得刺到客人的嘴。那一汪艳橘色、饱满到几乎撑破壳的蟹膏，是整道菜的灵魂预告。但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吃蟹膏，我觉得还好，干嘛吃那么多胆固醇？我只要吃肉就好了。底下的米糕是另外一场战役啊！红葱头切薄片，下猪油爆香，又是红葱酥。台菜的万用钥匙，干香菇泡软切丁，虾米泡发剪净，芋头千丁先炸到金黄，定型锁香。猛火里依序下锅翻炒，酱油米酒炝锅，然后熄火，下蒸熟的糯米饭，凭臂力拌铲。其实红蟳米糕真的要认真，你那个油饭是要炒出来的，每一粒米都要裹上猪油的润、酱汁的咸、配料的鲜。但后来有很多店就是用蒸出来的，蒸那个红蟳米糕，干就是不对呀、红蟳米糕，红蟳要蒸，但是那个油饭是要炒的，好不好？来。所以组装就是米糕铺盘，红蟳要列阵其上，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葱段姜片盖顶，入蒸笼，大火足气，精准30分钟。30分钟里面发生的事情呢，是物理也是魔法。蟹膏会受热凝固，化出带着海洋油脂的红油，顺着蟹壳的纹理一滴一滴渗透进底下的糯米，红葱猪油香跟蟹的海洋鲜甜在蒸笼的高压里面完成化学反应的，开笼，白雾轰起，蟹鲜混着米酒香扑面砸过来，剪掉那些功成身退的葱姜，丢丢丢，上桌。红宝石般的蟳趴在错满香菇、虾米、金黄芋头的米糕上，夹一块蟹膏膏鱼在舌尖化开，扒一口吸满蟹油的米糕，糯米弹、芋头松、虾米脆，油香绵醇。各位，这道菜中央厨房做不出来，预制菜做不了，因为那30分钟的蒸汽魔法只发生一次。蟹油渗米的瞬间就是巅峰，冷冻再复热，蟹油凝死，糯米反生，芋头软烂，有些美味物理上就不允许量产。这就是为什么你要趁老师傅还在的时候赶快去吃啊！再来这道菜就很妙了，我有吃过，可是不觉得特别了不起，但是因为费工，所以我们先讲，让大家看一看。By Paco 说罐头组合有没有办法可以寄大陆？严格来说，我查过，不好意思，肉类罐头不能寄大陆，我也觉得很鸡歪，但是不行就不行。他怕那个传染病。来，鱿鱼螺肉蒜是北投酒家的最后活化石。接下来这一道是台湾酒家菜的图腾——鱿鱼螺肉蒜。先讲身世，身世精彩到可以拍电影啊！名厨黄德兴口述，他待过蓬莱阁、北投嘉宾阁，是酒家菜的活字典。这道菜呢，大约1970年前后诞生于北投嘉宾阁。当年捧场的常客是谁？台大骨科名医陈汉廷，一位妇产科的阿辉医师，还有一位开货车的阿华。台大医师跟货车司机在同一张酒家圆桌上面喝同一锅汤，这就是酒家。台湾战后最魔幻的社交平台。
哦，而且我要讲的是，因为酒家菜就是大家都是吃饱去第二拖，所以你不要真以为他要吃饱，你给他吃强。百趴狗说：“我看上你那个羊肉炉很久了，妈，我也跟你保证好吃，但你只有来台湾才能收啊，不然怎么办？”哦，而且顺带一提，讲到吃的东西，我最近就在看那个福州跟福建的那些海鲜店有没有？因为最近有一些钓鱼佬跑去那边，什么用鱼换万物什么小的，然后这个换到那个菜都很好吃，但这扯远了。来，再看那个食材组成哦，这是一道《三国演义》很夸张，有罐头在里面。第一个螺肉罐头是当年的顶级舶来品，而且来路不简单，很多都从北韩走私进来的。北部酒家认日本双龙台，非双楼不用。南部用高雄的南海牌，一罐螺肉罐头，南北各拥其主，比政治还分明。然后是干鱿鱼，90%来自阿根廷，阿根廷鱿鱼晒成干，漂洋过海到台湾，泡发剥磨，切花刀等着下锅。青蒜苗，台湾本土冬天最甜的时候，斜刀切断。北韩的螺肉，阿根廷的鱿鱼，台湾的蒜苗，3大洲的食材在北投的酒家里面相遇，被一锅汤统一。做法的关键全在汤，排骨先炸过锁汁，跟发好的鱿鱼同锅熬，然后灵魂登场，螺肉罐头的汤汁整罐倒进去，那个带着独特的甜味、酱香跟海味的罐头汁撞进猪骨高汤里面，瞬间把汤的深度往下挖了3层，然后豪迈撒入大把的青蒜苗。上锅的时候，锅底下点了小火炉，汤持续滚，蒜苗的心在热汤里面慢慢转甜，鱿鱼的浓烈海味，螺肉的弹牙，排骨的脂香逐层释放，越滚越深邃。酒过3巡的深夜，一碗热烫的鱿鱼螺肉蒜下肚，那种从胃底暖上天灵盖的满足，是任何法式清汤都给不了的救赎啊！西班牙的米其林2星主厨 Antonis Luis Aduriz 来台湾吃过这道菜哦，他被当场击倒，感动到不能自己。一个前卫料理的世界级大师，败给一罐螺肉罐头跟一把蒜苗。但我们最后要讲酒家菜是怎么死的？凶手有名有姓，但是酒家菜最后没落了。很多人说时代变了，错，太偷懒了。酒家菜的死没有这么简单。为什么？因为你今天要讨论的是谁？我一个一个点名啦。第一个，凶手一是税，政府对酒家科重税，每一桌充20%的税金，一桌哟。抽20%的税金，那这样怎么赚钱呢？没办法赚钱的嘛。外加年年调涨的许可费，你开一桌1万元的酒席，2000元先缴给政府，利润被税吃光，酒家一件一件收。凶手2断货，两岸不通，高档食材走私海货进不来，连那一罐北韩螺肉都越来越难搞。凶手3凋零。老一辈酒家大厨退休过世，没有新血，年轻人谁要进酒家当学徒？凶手4扫黄，政府扫黄政策，酒家业整个产业基础被连根拔掉，菜是跟着厂子活的，厂子没了，菜跟着陪葬。各位看清楚，杀死酒家菜的一半是政策，不是消费者不爱吃了，是这个产业被税金管制跟扫荡，活活勒死了。一整个菜系伴着一个产业下葬，这在世界饮食史上都罕见。讲到这里，气氛开始往下沉了。但是进入最后最沉重的2章之前，我们先吃一锅热的，最年轻的一锅，也是来到台湾才被冒出来的东西呀，也就是我们带货产品的另外一个麻辣烫。这个我也觉得很意外。他妈，当初我带货的时候啊，我就想说羊肉炉不错，我就带就好了。没想到他寄给我那个1级嘴炮技术师帮我买了另外一锅那个麻辣烫。我一吃，我想说靠北，这个东西怎么那么好吃？赞！蒙古烤肉不是蒙古菜，左宗棠鸡跟左宗棠无关。最新的案例叫做台式麻辣烫。麻辣烫的祖籍呢？
是四川、重庆、长江边上千夫的路边吃食。一锅滚烫的牛油麻辣汤，什么便宜烫什么，所以一大锅煮着煮着，拿着竹签就很开心。1990年的时候呢，这个台商往返两岸把这一味带回台湾，然后台湾的味就开始改造它。四川的麻辣烫里面没有鸭血卤到入味这件事，台湾人加了。四川不放酸菜解辣，台湾人放了。台湾人在丢进自己的夜市魂，各式丸子、豆皮，最后熬出了跟重庆街头完全不同的物种，叫台式麻辣烫。汤更厚，辣更远，料更澎湃，不会特别辣，因为我们跟重庆人不一样，我们没有办法在吃辣上面打过重庆人啊。那甚至它的麻辣锅汤头可以喝。你今天去成都跟人说什么鸭血豆腐无限续加，他们会一脸问号啊，因为那是台湾的发明啊。通北街黑丝交流协会说，这我还没开要加水嘛？1:1加，主要是怕味道太重。但是我强烈建议多加一些贡丸啊、肉片什么东西的，这样才开心啊。好，70年前呢，台湾把北京烤肉改成蒙古烤肉；30年前呢，我们把重庆麻辣烫改造成台式麻辣烫。台湾人的胃是一座永不停工的料理改造厂，这就是广义台菜的当代进行式。所以我们带货这个星星麻辣烫，做了50年军粮的星星把这锅当代台菜也收编了。星星麻辣烫内容物1000克，固形量3800克，保存期限18个月。内容物清单念出来就饿了：鸡血、鸭血，血泪双拼，孔洞结构像海绵，在红汤里面吸饱，麻辣汤汁咬下去，嘣的一声爆汁，是台式麻辣烫的头牌。豆皮呢，吸汤第2名，皱褶里面全是汤，丸类制品，弹牙担当，酸菜丝是台话的关键密码，解辣解腻，暗中提鲜，吃到一半夹一块酸菜，整个味觉重开机。麻辣锅的底酱打底，而且是含牛油的配方，牛油是重庆老火锅的风骨香气的厚度跟植物油完全是2个世界。开袋加热就一锅，当宵夜直接吃，当汤底再加面、加青菜、加肉片，配一碗白饭解辣。深夜12点，台式麻辣烫让你胖到一个不行。到这边5个产品到齐了呀。从1963年孙运璇的乡愁，到2016年严妈妈的手，到1973年联勤粮磨厂的军粮工艺，各位买的不是料理包是一部可以吃的台湾史。好了，锅收起来了。今天这个部分，我等下到底要吃什么？我肚子好饿啊！我觉得不会爆红，真的。那个新 W 说，麻辣烫是我们必走至真，你懂吗？重庆人吃的比你更辣、更油、更呛、更那个东西叫什么？花椒是什么？花椒是冲吗？不是，那个叫麻辣更麻。所以不行，是我们自己 OK 的，我们自己 OK。干晚上什么要来一碗吗？晚上直播我也很想啊，但我没有人啊。晚上只有我跟那个韩冰哥2个人，我他妈要怎么自己煮一锅？干煮不了啊。那所以，我跟你讲，我最近还买了算了，不要再多讲。来，我们直接对是麻嘛，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台湾人我们驯化之后的东西。你要去四川、重庆让人家很嗨，不可能，不可能。所以不行啊。来，台北有一位大厨人称宝哥，本名彭永宝。彭永宝宝哥怎么说呢？他是客家人，但他会说一口道地的宁波话，宁波话吗？为什么？因为他10几岁进江浙菜馆当学徒，师傅是宁波人，师兄是宁波人，整个后场都讲宁波话。他在台北的厨房里面用客家人的耳朵学会了宁波的语言跟客家的菜，很了不起吧？
那这就是1949年之后台北厨房的奇景，外省师傅本省学徒，语言在锅铲之间啪嚓啪嚓交换，手艺在打骂之间传承。宝哥这一代的本省囡仔就这样接住了渡海而来的江浙菜，他这一接了55年。55年里啊，他开过3家馆子：新园、上海宝石府、老上海菜馆。他的红烧滑水、以多水、腌笃鲜、葱靠鲫鱼是台北老饕的暗号。饮食作家苏国治怎么形容他的店？苏国治说，拍电影找临时演员也找不到这样扎实珍贵的阵容，连他店里的老伙计、老客人都是活的文化资产。结果2020年呢，疫情来了，他收山了，内用崩盘，宴席归零，老馆子的高人事成本撑不住，宝哥不堪亏损，决定收山。收山前，报道者去采访他，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们今天开场就在预告，现在一字不改念给各位听。我们第一代台籍江浙菜的师傅，到我算最后一个了。各位咀嚼一下这句话的分量。第一站台籍的意思是直接从1949年渡海的外省老师傅手上用学徒制一刀一勺学出来的本省厨师，这一代是诺亚方舟的第一批本地船员，是外省手艺跟这块土地之间的转接头，到我算最后一个了。意思是这个转接头要拔掉了啦。他的儿子2个儿子有接班。第一个开了上海浙园，这是不幸中的大幸，但是宝哥自己心里清楚，儿子们是餐厅经营者，而他那一代从10几岁在宁波师傅手下被骂出来的养成方式，永远不会再有了。师徒制死了，那种用10年青春换一生手艺的传承模式，跟着他这一代画下句点。那宝哥不是孤立啊，他是一整个世代的代表。我念几个同福的同代的例子有哪些呢？冯记上海小馆，永和20多年的名店，歇业原因白纸黑字写着，店主年纪老矣，找不到年轻的传承者，找不到，不是不想传，是找不到，没有人传啊。三友饭店，西门町的老字号，老板年事已高，停业。开看，70年的江浙老店，老板夫妇过世，老兵伙计接手撑了一阵，最后连招牌都被卖掉。70年的字号，死后连名字都不属于自己。陈元，1958年的川菜馆，第2代分家成2兄弟的店，弟弟的店2021年歇业。干陈元鸡汤也不错啊，妈干他歇业了。各位发现模式了吗？这些店的死因栏写的不是难吃，不是没客人，写的是老了没人接。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一路传承，一路传承。手艺的价格付不起学徒的青春。唉。于是手艺跟着老师傅的退休一起下葬，一道菜的死亡很安静，一个世代的死亡更安静。2021年一场疫情把这个安静的葬礼变成集体的国葬。他们是要说音乐人黄大炜的家属今日透过汉英得利法律事务所陈正宏律师发表声明函，高的亲吻，我应该是过世的。6月2号，美国时间6月2号。可是我之前才看大家发资料说他要移到夏威夷去住，怎么就这样子就过世了？好啦，你把我灌醉，从此成为绝响。来，2021年5月啊，本土疫情爆发，3级警戒，全台禁止内用。我给各位3组数字，感受一下那场海啸。第一组74%，3级警戒的第1周，根据 iChef 统计，全台营业额瞬间蒸发74%，不是衰退，是蒸发3/4的生意，1周之内归零。
第二组 39.9%， 经济部统计2021年6月餐饮业单月营业额剩383亿，年减39.9%，这是1999年有统计以来最大的单月降幅，历史记录。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黄大炜一搬去就走了，一搬去就走了。哎，第三组 24%， iChef 年度统计，2021年全台湾 24% 的餐厅直接关门，每4家死1家。全年总计呢，餐饮业营业额7280亿，年衰退 6.37%。你可能觉得 6.37% 还好，错，这个还好的平均数底下是外送跟速食撑住了大盘，最依赖内用、最依赖宴席、最依赖老客人上门的老字号承受了不成比例的打击。海啸来的时候呢，淹死的永远是跑不动的老人。哎，接下来呢，身为一个老台北人，要跟各位念。希望有我查错的，但是我查了也复查过了，偏偏就是这样子。来，这份名单上的每一个名字哦，都曾经是某一群台北人、基隆人的共同记忆。各位安静听我念：阿潘厨房，敦化南路，32年老台菜，1989年开业，2021年8月歇业。冯记上海小馆，永和20多年找不到传承者歇业。刚有网友说，听说师傅出来开了另外一家店。粤上海敦化南路32年江浙菜歇业。北平稻香村和平东路40年北方菜歇业。国父饭店在基隆7堵86年是什么概念？日据时期开到2021年，盐焗鸡佛跳墙的一代名店，熬过了2战，熬过了戒严，熬过了金融风暴，没熬过2021。什么？菊园也歇业了？干！1978年开的日料，43年歇业。成吉思汗蒙古烤肉，70年老字号，吴兆南那个时代传下来的香火。2021年8月熄火。8个名字合计的353年的味觉记忆，1年内集体蒸发。而且各位要懂啊，一间老字号的死不是少一个吃饭的地方，他的厨房团队，炉子师傅、砧板师傅、打荷师傅。整组解散，各奔东西，也去开计程车，去跑外送。老师傅退休，学徒失去了观摩的场域，师徒链啪的一声断掉，店可以再开，断掉的传承链接不回来。我们前面看过唐宫浴火重生，那是因为老师傅愿意回锅，团队还在，但名单上这8家团队散了，就是真的散了。353年，安息吧。各位，我们今天开场开得很大，直接跟各位讲台菜。从1965年武汉的81个菜名讲起，绕了一大圈，现在到了收尾的时候了。1949年呢，一艘载着8大菜系的诺亚方舟靠岸台湾，文革10年，海峡对岸把自己的烹饪正统当癌细胞切除，224个菜名被消毒，老师傅被游街，帮口传承被连根拔起。而在台湾这座岛上，傅培梅在电视上一播39年，4000道菜把整套中华料理用电波封存。吴兆南为了不当匪谍，把北京烤肉改名成蒙古烤肉，意外创造了世界级的美食。孙运璇把哈尔滨的杀猪菜带进台电，传了63年。黄婉玲呢，花了15年把阿舍菜从坟墓里挖回来。黄德兴在北投，用北韩罐头跟阿根廷的鱿鱼开出了不一样的东西来。这座岛在历史的偶然里面成为中华烹饪的最后保管员，但是对岸的气势现在起来了，他们富了，有钱了，他们在重拾旧河山，但是真相总是伤人的是，台湾现在自己也守不住了，不是因为战争，不是因为
文革是因为更安静的东西，学徒制死了，没人愿意用10年青春换一身刀工，老店的房租涨了，手路菜的价格却被台菜就该便宜的陈建封死，一场疫情353年的老字号。1年内集体下葬，然后宝哥放下锅铲，说我们这一代到我算最后一个了。文革用10年毁掉的东西，我们用不接班跟嫌太贵，安安静静的完成了下半场，这就是等价交换的铁律。各位，这个世界上没有白白保存的文化遗产。当年方舟能浮着，是因为有人付出啊。傅培梅付出了他家人的饭桌，宝哥付出了55年，严妈妈70岁还把手插进酸菜桶里面。今天方舟在漏水，是因为轮到我们付这个代价的时候，付一顿手路菜的真实价格，付一句我愿意学，我们缩手了。不付出就失去，没有例外。但我今天还是给各位3个反证。唐宫烧掉了，2024年重新开幕，老师傅回锅，照样大排长龙。只要有人派对，老味道就能复活。我强烈建议各位去吃。严红雪2016年才来，他妈妈70岁还在腌酸菜，这条河还有新的水源在注入。我也强烈建议各位，如果想去吃，去他店里吃。如果你时间不够，你就来我们的网站上订酸菜白肉锅。所以最后还有巨鹏园的张世鹏，年轻人还在用4天熬一锅鸡汤做鸡仔猪肚鳖，还有人愿意接啊！所以最后我把问题丢给各位，今天你们回家想一想，晚上听韩冰哥的直播，你家附近那间开了30年的老馆子，你多久没去啊？下一次想吃饭的时候，先别打开外送APP， 你走进去坐下来，点一道菜单上最费工的菜，贵一点没关系，那是你在替整个文明付保管费。因为当宝哥说我是最后一个的时候呢，下一个说这句话的人可能就在你家巷口的炉子前面等着看你今天进不进门。科学终将胜利啊，历史也终将走下去，但是失去的味道不会回来。我是朱学恩，我们下次直播见。来，照惯例呢，虽然今天听直播人比较少，我们还是一样，这个要好好的这个跟大家讲一讲。如果各位觉得有趣可以听的话，你就抖内我们收下红钱，看看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微信、支付宝跟绿界都有。然后同样的，我们现在要投票啦，各位，今天的内容呢，如果各位觉得不错的话，讲得好，内容好，请按1；如果觉得讲的不好，内容好，请按2；如果觉得讲的不好，内容也不好，请按3。来，各位做一个小小的投票。顺带一提，我其实也想讲，日本的麻婆豆腐已经不是原版的麻婆豆腐了，因为那个陈建明啊，在1950年代从国共内战逃到日本的陈建明，既没有豆瓣酱，也没有四川花椒，那所以他抽掉了花椒，用巴丁味噌取代豆瓣酱，加入甜面酱加甜味，所以变成温和下饭。那所以我们这样讲，所有的料理的都是跑来跑去为了生存，他们什么都愿意做，但有很多事情呢，没有这么简单可以解决的。那还是请各位多多努力，会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各位一边投票，我看各位的这个反应如何。今天还不错啊，配饭吃刚刚好，讲的太饿了，干！我现在还没想到我等下去买什么东西吃，妈的，搞一搞就3点了。来，我看看啦。哟，今天还有网友这个这怎么搞的？什么照？
谢谢你抖这么大，但你汇这么多钱干嘛？然后 R 叉 G 说好饿，我也好饿啊！干，我现在在审慎考虑到底要吃什么，但是，诶，什么照？那你抖太大笔了吧？还是你有什么？哦，陶冶是不是？哦，陶冶，来，你告诉我你要定制什么东西？你没传讯没讲啊？赶快，我等你。你告诉我要讲什么题目，我帮你设计一场。支付宝哎，快好，5元。来，陶冶想听什么？我们今天又有大户要指定题目了。妈的，支付宝就只会收我钱，干！快手又收我的钱，来什么什么许，谢谢你的抖内。哟，我知道啦，我知道。那但是你申请定制什么题目啊？你要告诉我呀，因为你抖内但没写呀。而且你那个昵称也不是没有驾照，我这边只看到一个照。来，陶冶，赶快！你要申请什么题目？今天有这个大笔抖内，我就等他一下。你要写信给我，还是你要传讯给我？所以各位，我跟你讲，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做这个？我知道流量不会好，可是我个人有些东西就很想做啊。就我肚子也会饿，我也想要听人家吃菜，但我最近没有人手，所以我也不能出去，外面直播，所以我已经答应那个严红雪老板娘，我改天要去他们的那个桃园的店里面做直播。怎么给朱大 IPO？ 喵喵咪说直接转向去厨房煮羊肉炉了。有网友加入我们的那个赖群组，然后被问说今天中午的主题是什么？嗨呀，中午可能没什么看。对啊，你可以在这边讲啊，看不然我等你不能下播哎、欸。红曲米糕一个人吃就真的太多了一点，但这个还是要特别讲哦，酸菜白肉锅基本上是四人组合，平均一个人大概400多块吧。啊，你希望加一下微信好友是吧？好，那先加我就下工了。来，我看一下怎么加。诶，等一下，干错赛了。我发现我不会加微信好友。干，等等，干！我如果没有成功加，我感觉对不起歹楼啊。嗨，查看详情，点头像，干不行呢、欸。
什么还只能？干抖内我不能加微信好友、哦，这到底是妈干什么？等一下，他妈的！我看看能不能直接搜寻。没有驾照。靠背嘞，收到一堆那个付款方留言。哎，好，我先回信了，免得卡在这边一辈子，妈没办法下工，我要去吃炸鸡。我想到了，坏掉龙酒说微信群已建好，条码稍后给。老初没有看荧幕，我不会呀、干。好，他写讯息给我了，那我跟他私下解决了，好不好？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干就没有加成功了，好了，今天到这边，开心的跟各位说拜拜了，好不好？这个难得我们可以好好的讲一讲，那希望我们的台菜呢能够持续继续的往下走，谢谢大家，拜拜。